各位好久不见啊！1月份啊，赶上2个假期，一个是元旦，一个是春节啊。这2个假期之间呢，我们也去欧洲去采访了半个月，所以过去的1个月啊，我们王俊潘啊几乎就没什么节目啊。为什么选择在1月份啊去欧洲采访呢？是我们认为啊，春节之前往往都是一个新闻淡季，但是没想到啊，今年的新闻淡季不淡啊，我们去欧洲期间啊，这国内的新闻呢就接二连三。你比如说那影星王兴啊，就被贩卖到了这妙瓦底去搞诈骗去了。还比如说这柯洁去到韩国参加 LG 杯，结果呢这后2盘都没比，结果最后那个变相一就得了世界冠军。他没把旗放在旗盖子上，要不要打报告呢？还是报告吧，老师，老师，老师，他犯规了，老师，你看，老师，老师，你看，哼，这把稳了。还比如说川普登基上任啊，出台了一系列神之操作的这个措施啊，还你比如说国内关于仿制药集采的各种争议啊。但是由于呢，我们王继潘没有恢复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些新闻的过程中。回到东京之后呢，原本想加班加点啊做2期节目啊，但是没想到啊，我回来的第2天去滑滑轮的时候就摔伤了，我这屁股啊，我估计是尾巴骨的软骨啊受到了损伤。当时一个定墩坐在地上啊，也没太在意。回来之后呢，睡了一觉之后，这屁股越来越疼。这些天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啊，就是说我不能久坐。你坐个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屁股就疼得不行了。这站起来的时候，这尾巴骨这个尤其疼啊，所以呢，搞得我很难工作。因为我啊，做王俊潘虽然坐在这个地方半个小时，但实际上每天的工作基本上是坐在电脑前去看资料，平均得坐8个小时、10个小时嘛，对不对？你不让坐着，就很难这个开展工作了啊。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节也过完了，虽然我这屁股现在还疼着呢，我们王俊潘啊，咬牙也得恢复了啊。恢复了之后呢，我就在想啊，这个集采和仿制药这个选题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在前几天，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啊，又说我是大外宣啊。我今天啊，就在通过一期节目来系统的来讲一讲我对这个新闻的看法啊。应该说这个新闻呢，最早是起源于今年的1月15号。1月15号的时候，上海召开两会。熟悉中国政治体制的人都知道啊，中国的两会是底下先开，然后是全国的两会啊。1月份的时候呢，上海两会召开的时候呢，有一个政协委员，这个政协委员呢，他是瑞金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叫做郑民华。他呢联合其他一共20位政协委员写了一个提案，主要是讲入选医保目录中间的仿制药啊，如何收集它的不良反应的。在国家的这个药品集采的背景下，因为确实是把价格压低了，那么对于医保的老百姓的负担也是起很大作用，但是也带来同样另外的问题，在这么价格低的情况下，这个药物质量可能不稳定，所以老百姓会或者我们医院的医生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抗生素过敏啊，那个血压不降啊，麻醉药病人也不睡啊，那个比如肠道准备的泻药不泻或者量不够，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老百姓这3句话一出来之后，立刻就引起了网民很多人的共鸣。你想想，大家一般人都认为进口药原研药好，仿制药不好，国产药不好。那你现在医生都出来说了，你现在这个麻醉药不睡啊，然后这个高血压药不降啊，还泻药不泻，那还得了啊？所以于是乎就在媒体中间兴起了一轮高潮。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患者怎么办呢？目前的情况是没有选择呀。降压药吃了不降压，麻药用上不麻醉，这幸亏是上海瑞金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实在看不下去发声了。如果从我嘴里说，那又该说我散播谣言了。你们用肚脐眼想想，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药的价格便宜了，那也不能药效也跟着降低了吧？1月20号的时候，国家医保局就率专家组到上海，专门跟这个郑民华医生啊，这个政协委员做了座谈啊。21号回来，医保局还发了一个声明，双方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就在1月24号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丁香园有一个主编，这个主编也是个医生，叫夏志敏，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啊，
中国药监局网站上那些仿制药中间有2款药生物等效性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涉嫌造假。哪2种药呢？一个叫瑞舒伐他汀啊，是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啊。那么这个药物呢，它的这个仿制药跟原研药所有的数据是一模一样，那这就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啊，你按理说你仿制一个药跟人原研药你做的这个数据总会有一些差别，它这个小数点背后的2位都一样，那你这怎么解释啊？这给人家感觉就涉嫌造假，对不对？另外一种药叫曲美他嗪，曲美他嗪就是那个我们的游泳运动员杨洋那血管里头查出来那个曲美他嗪啊。他说这个药呢，有1半的数据是原研药跟仿制药是完全一样的。他这文章一出来之后，那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仿制药不靠谱，这数据都是造假的。中国的药监局你还能信了？造假的数据弄出来的假药，咱不说是假药吧，肯定你这药是不行，给老百姓吃。然后原研药现在在医院里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不就是专门坑老百姓吗？而且大家知道还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期中国的医保局啊刚刚进行了第10次集采，这第10次集采过程中间，很多仿制药的价格下跌的也比较厉害。你比如说这阿司匹林的常用溶液片啊，入选的最低价只有3分4厘钱，而它的最高价也只有4分多钱嘛。那你想想，一片要3分钱、4分钱，很多医生就出来说了，这是药啊，药3分钱、4分钱，你敢吃吗？其中有一种注射液，一瓶2毛2，就0.22元。有人就说了，矿泉水一瓶你还卖1块钱呢，那你这个给大家往血管里打的注射液才2毛钱，成何体统啊？这不是拼命的压榨药厂吗？让药厂最后没有办法，就只能去造假，对不对？只能是不顾这个生产工艺，最终导致老百姓只能吃自次但是价钱便宜的药。医保局你没安好心呐。总体来讲，舆论的这样一个风潮是如此。然后这个郑林华的医生呢，被称之为医保仿制药的吹哨人。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看？就中国为什么要搞集采？中国的仿制药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今天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先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个背景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轮对仿制药价钱过低的抱怨不是来源于药厂，而是来源于医生。大家注意了吗？就是包括这个阿司匹林常用一片啊，价格是3分钱，入选国家医保目录之后，很多北京医院的医生说，我不敢给我的患者吃，对不对？因为你3分钱太便宜了吗？但是入选的药厂没人抱怨。你比如说石药集团，石药集团就是这个阿司匹林常用一片的生产企业，他说我还能赚到钱，这不是很奇怪吗？人家企业都没有抱怨，医生出来抱怨了。按道理来讲，如果说这个价格特别便宜，药厂不堪重负的话，应该是药厂出来抱怨呢。结果人药厂还出来说，实际上我们还有钱赚。为什么有钱赚？人还算了个账，为什么呢？阿司匹林常用一片啊，最早是拜耳公司生产的，1993年上市，2000年以后我们国内开始生产仿制啊。那么这个药啊，它的原料药的成本，也就是说阳基水杨酸钠每公斤的价格是30块钱。这30块钱你平均到每片药里头的有效成分的成本是多少呢？是3厘钱。3厘钱最后卖3分钱，如果你不考虑到其他因素，这其实啊还有10倍的空间呢。当然你还要加淀粉，还要生产工艺，还有管理费用啊。但总体来讲，这里头仍然有钱赚呢。所以石药企业说了，我们一个批次生产800万片，有钱赚。那么齐鲁制药也出来说了啊，我们生产工艺其实没有什么受影响，美国的、欧盟的、日本的都符合标准，他们在飞行检测的过程中都符合标准。奇了怪了吧？还有更奇怪的，我给大家讲啊，这拜耳的阿司匹林常溶液片啊，在美国卖多少钱呢？3美分，3美分折合人民币是多少？2毛钱左右啊。但是过去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常溶液片在中国卖多少钱呢？平均要卖到8美分。而我们国内的没有集采之前的阿司匹林的常溶液片卖多少钱呢？过去这个仿制药也卖到3毛钱一片左右，这次平均降幅都是90%。
那你想想，国内的仿制药的阿司匹林肠溶一片，比国外的拜耳公司自己的原研药价格还高，合理吗？所以，在我看来，其实集采降低了阿司匹林的药价90%，完全合理，而且企业自己都没抱怨。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围绕着集采，围绕着这个仿制药，其实这背后啊，有的很多内幕和值得一讲的，我就来好好给大家讲一讲。首先，我来讲一下中国的这个药厂啊，全世界最多，大概有7000多家。实际上，全世界的药厂加起来都没有中国的药厂多，这是中国的奇迹之一啊。但是中国的药厂之多啊，没有什么原研药，生产的全是仿制药，这又是全球的一个这个奇迹之一啊。实际上，那些大型药企，诺和诺格、拜耳、辉瑞，它基本都是跨国药企。然后呢，它生产很多原研药。中国呢，这么多药厂，没有竞争出来自己的生产的原研药企，什么原因？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背景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呢，说实在的，医药工业非常落后，基本都是生产中药的，对不对？然后呢，西药基本上就只能生产最简单的仿制药。改革开放之后呢，各地竞相上马药厂，为什么呢？生产药品赚钱呐。药这东西，你想想，患者哪有什么定价权？你又不能货比三家，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就吃什么药。所以各地竞相上马药厂，各地方就可以直接批复药厂，地标时代。按道理来讲，药品应该是一个监管程度非常高的行业，但是在中国呢，你拉几个人搞一个车间就能生产药，生产药的这个利润绝不低于毒品。那么后来是上个世纪，国家成立了药品监督管理局，这药品监督管理局有一个局长大名鼎鼎，叫郑晓瑜。这郑晓瑜上台之后呢，说要管呐，这地方上你不能再批药了啊，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地标改国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地标改国标这个道理是对的，就是你地方不能乱批药，都得收到国家来嘛。按道理来讲，地标收到国标来，意味着标准提升。但是郑晓瑜没有提升标准，是谁给他钱，他就给谁批。2004年的时候，他一年批了1万多个新药啊。要知道，同期2004年，美国 FDA 只批准了113种。其实美国 FDA 平均每年批几十种药，非常难。但是郑晓瑜一年批1万多种。那么由此导致什么呢？导致有很多药根本就是假药，他都批了。不是假药的话，这些药也都是良莠不齐，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他都批。那么2006年的时候开始出事了，哈尔滨有一家药厂啊，他不是搞那叫什么甲菌什么什么素是吧？那注射液，结果导致了很多人大面积的不良反应，还有人丢了命。紧接着当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佛事件，这新佛也是一种注射液，南方一个药厂生产的，输进去之后，很多人就导致了肾衰竭，然后几十个人丧失生命。后来2007年的郑晓瑜被抓起来了。2017年5月份，郑晓瑜呢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郑晓瑜当时都傻了，他正部级官员呢，直接判死刑，立即执行啊。最后呢，临上刑场的前一天，他写了个悔过书。他虽然说他没有直接的谋财害命，但是他这种行为却等同于谋财害命。实际上，郑晓瑜法院认定的最终啊，他拿的钱也并不是多，640多万。但是他这种行为给中国的药品生产江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患。中国7000多家药厂，每个药厂手里都拿着几十个药品的批文，有了批文就可以生产呢。但是这些药到底生产出来的质量什么样，完全不知道。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国务院采取了一个补救性措施，叫一致性评价。什么叫一致性评价？人家有原研药，拜耳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一片，你要生产阿司匹林，那你把你生产的阿司匹林跟拜耳生产的阿司匹林，咱做一个生物等效性实验。也就是说，你得证明你这个阿司匹林跟人家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啊，在这个崩解速度啊，这个曲线上来讲啊，大致差不多，要求是80%。全中国有多少家厂家生产阿司匹林呢？不好意思，一共246家。大家都知道，你想想，200多家生产阿司匹林，那都得通过这个一致性评价啊。通过几家我不知道啊，但是全国加起来，所有的药物加起来，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一共是1988。那你想想，过去那1万多种啊，几万种药物啊，那被淘汰的就剩1988种药物了。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一致性评价相对来说是在弥补郑晓鱼时代那个所谓的大干快上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后遗症。当然，也有人说了啊，这个一致性评价本身也有猫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很多药厂啊，土法上马，连实验室都没有，他自己没有办法做生物等效性实验，于是就把很多这样的一个实验交给了 CRO 公司。这 CRO 公司呢，就专门帮你去做实验，既做临床实验，也做这种生物等效性实验。生物性等效性实验也不便宜啊，有人说要3000万块钱才能做一个药。那有的人就说800万包你过，其实也就是说能够贿赂这个药监局的啊。那至于有没有贿赂的，有没有通过这种其实这个数据做手脚达到的，我相信了解中国体制的一定是有，不可能没有。药监局掌握的权力太大了。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最感同身受的应该是一个肌少用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做腹腔镜手术是需要上全麻的，这个呢需要用一些肌松剂，这时候病人是没有呼吸的，他是用呼吸机来代替呼吸，而我们的腹肌呢因此也就松弛了，所以我们打上二氧化碳，腹腔就会获得手术的空间。如果肌松剂效果不行，它就带来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腹腔空间非常小，操作很困难，视野呢经常镜头会被蹭到，会经常模糊。我们几个操作前之间呢还会互相打架，互相妨碍。那么这个集采的这个肌松剂有多差呢？我想其实麻醉师和我们外科医生都有共同的一个感受。以前我们跟麻醉师之间，外科医生手术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用沟通的，因为一支肌松剂足够。但现在当我们发现空间小、视野不清等等情况的时候，我第一眼会去看一下我们的气腹肌。气腹肌呢，它是往腹腔里面注气的时候，达到一定的压力呢，设定压力之后，它就会停止注气。当肌松满意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设定的气腹压力是15毫米汞柱，那么达到之后，它就停止注气了。但事实上，由于它肌松不到位，这个患者的腹腔呢、腹壁呢，总是在收缩。它会间歇性的腹腔的压力增高，这时候气腹肌它就认为压力已经到了，它就停止供气。但是患者的腹壁在收缩之后，它过一段时间它又会松弛的，一松弛，这个时候的腹腔压力一下就下来了。这个时候的压力事实上是我们实际的腹腔压力，离设定的15经常比较遥远，可能只有8。换句话说，它的实际压力其实只有8的。那么为了达到以前一样的这个肌松效果，我们经常有跟麻醉师讲，再加一点肌松药，一般会再加1支啊，离谱的时候会加到3支啊，以前的3倍量啊。我们这不是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加完我们实在这个手术没法进行下去的时候，会跟麻醉师讲，请再加一点肌松药。但是它跟过去的那种没有一致性评价相比，那么中国的药物质量，你必须承认，在一致性评价之后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紧接着我们要讲了。2018年的时候，中国成立了医保局。医保局成立之后呢，就面临一个控费的问题。为什么要控费？因为中国大家都说看病贵、看病难嘛。所谓看病贵，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药价非常贵。中国的药价贵啊，那我们刚才从阿司匹林你都可以看到了，其实不仅仅是阿司匹林呢，我们中国的原研药和仿制药都贵。比如说辉瑞公司有一款药叫利普妥，这利普妥啊，在这专利保护期的时候呢，是$160一盒。那么过了专利保护期呢，它的价格在美国就降到了$10，但是在中国卖到多少钱呢？卖到100多块钱人民币，比美国还贵。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没什么竞争嘛，人们就定价定这么高嘛。这还是原研药啊。那么仿制药就更离谱了啊！仿制药，我们刚才讲到了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这个药，拜耳在美国卖$3，但是中国的仿制药卖的价格比拜耳公司在美国的原研药还贵，你觉得合理吗？显然是不合理。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仿制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还卖这么贵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代金销售。什么叫代金销售？就是把这个钱呐，都分给了医生、医院，还有那些这个医院的领导，还包括中间环节。
中国的仿制药，你别看啊，终端价格非常贵，但是它出厂价和零售价之间平均是90%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1块钱的出厂价到终端到消费者手里，患者手中间呢是平均是10块钱，也就是中间加价10倍。这个毛利率啊，这可比茅台还要高啊！在中国有哪个行业有这么高的毛利率啊？是不是？而且这还不是毛利率，这是出厂价。出厂价里面，人家药厂本身的毛利率可能还有90%，那么出厂价到零售价中间又有90%的增幅。那这里头增幅里头怎么分配的呢？首先，医生要拿钱。医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医药代表的行业啊，医生每个月你开药，开什么牌子的药，然后专门有医药代表给你统计，统计完到月底的时候找过来给你塞个信封，平均的回扣比例30%，这是《柳叶刀》这个杂志披露的啊。其实一般来说是20%到40%，像中药就更高一些，西药就便宜一点，原因药要少一点，但都有。没有的话，医生不给你开。除此之外，还给医院。过去呢，以药养医嘛，说公立医院没有那么多钱嘛，所以药品过来要加成15%。后来不让加成了啊。其实还是药厂要给医院一些好处。你这个药进医院，你得搞定药房，你得搞定科室主任，你得搞定这个医院的院长，都需要钱。然后为了搞定这个系统，还要再组建一个销售团队，医药代表，包括销售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的药品贵，其实不在于这个所谓的成本高，而在于销售环节占比过高。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市公司，我们的上市公司里头有披露销售费用，这个销售费用在很多上市公司生产仿制药的可以高达70%到80%，销售费用啊。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这个仿制药的价钱高，就是因为不合理的支出高。那有人说了，那医生代金销售不能通过法律去抓他们吗？为什么去搞药价呢？对不对？真搞不了。我们中国的医生人人收药品回扣，几乎没有不收的。那么你要把他们抓了，医院就废了。前些年我听到的一个亲身的故事，一个省会医院是吧？一个药代被抓了之后，把这个省会医院骨科的医生，尤其是骨科的专家级医生全抓了，全供出来了。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可能都得判。那怎么办呢？这一个省会里头做不了骨科手术了。后来有一个领导病了，要做手术，一个纸条就把所有的这些医生全放了。所以中国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来讲，中国的医生差不多都得抓起来，这是一个系统性腐败，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医保局成立之后，要控费的目标，首先要把中间环节，把代金销售干掉。但是呢，它不是通过严刑峻法的方式，而是通过我让你拿不到钱的方式。怎么拿不到钱呢？就是集采。所谓集采，就规定了带量销售。你现在全国这些药厂，你都自己跟医院谈。现在我不让你跟医院谈了，你跟我医保局谈。你这个药进到了我的医保采购目录里，我保证你的销量。你过去的销量，比如说1000万盒，我现在直接给你干到1亿盒。那你销量扩大10倍，你价格不就可以降下来了吗？但是医保局的这个采购啊，它的这个定价标准呢，它是让你群众斗群众，药厂之间互相比，它是暗标的方式。什么叫暗标？让你这些所有的药厂自己去报价，你报价的时候你看不见别的药厂报多少钱，最低价前2个自动竞标。然后你如果这药厂报的价格高于最低价1.8倍，自动出局。如果你再低于1.8倍，有几个，然后第3名进行一个复活赛。医保局的集采有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个药物本身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没有通过一致评价，没有资格进入到集采的过程。第二就是每一个集采品种都有3个要进目录，3个药厂，所以大家必须杀价呀。你还看不见别人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暗标确实是非常残酷的啊，因为你看不见别人嘛，你没办法比价嘛，所以很多企业为了竞标的话，直接就把价钱打到了地板价。第一次2018年的时候，集采啊，4家期集采试点，平均降价幅度59%。那以后历年就不停的在降，到现在很多企业的价格药的价格直接砍到80%，砍到90%。就比如说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原先3毛钱一片，现在降到了3分钱、4分钱，这不是砍掉了80%到90%了吗？那么你想想，80%到90%砍掉以后，他还有钱给医生代金销售吗？还有钱给院长吗？还有钱给药代吗？没有钱了。但是实际上，药厂本身拿到的钱跟过去比差不多，有的虽然少一点，但是由于销售的量大了，200多家生产这个阿司匹林的，现在3家就把全国的这个医院的阿司匹林基本给占满了，你其他的你就自生自灭吧。那么他们这3家就可以瓜分全国市场，他同样可以还赚到不少钱。这就是中国医保集采的本质。要我说，集采的发明啊，它基本上是一个以量换价，降低了药价，同时呢是通过一种所谓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来改变中国不合理的药品定价体系以及医生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应该说是算一个制度创新，挺好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问了啊，那么这个集采中间的仿制药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大部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集采目录中间的这个仿制药有过一致性评价的500多种，有没有问题的？有啊，医保局剔除了9种，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头啊。但是这个数字呢，可能随着我们这个制度完善，还会有，比如说上海的这次人家郑明华提出来的，就叫不良反应收集系统的反馈机制，然后把药物的一些疗效和副作用有一个上报的渠道，这个国家法律层面其实都有，希望我们有一个渠道可以上报，而且可以公开透明，使大家都知道哪种药确实是好的药。那对于以后的我们的集采，给它的一个集采的价格，我觉得会起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机制提得非常好。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啊，就是说你这个不良反应的反馈机制过去都是书面的，但是国际上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网络计时的。那你应该建立起来一个网络计时系统嘛，书面的就麻烦嘛，收集不容易嘛，还容易被人为操控嘛。那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啊，对吧？这个举例是没问题的。真要有不合格的这个仿制药，把它剔除出去，让那些合格的仿制药进来，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啊。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没问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集采的目标除了控费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现在还没有显示出来，但是未来是一个大方向。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支付啊，跟国外的整个的医药支付的比例，这里头就有玄机了。比如在美国啊，医生处方的89%也是仿制药，并不是原研药啊。那89%是仿制药，但是整个美国的医药支出中间，其实这个总费用中间，在仿制药里头啊，支付的比例大概不到20%。那剩下80%的钱是支付给哪儿的呢？是支付给了专利药。什么就是专利药？专利药就是那个药厂现在研发出来的治疗某一种疾病的创新药，过去治不了，现在能治了。举个例子，血友病过去是没有办法，只能定期打那血液因子，现在有办法治了，一针下去就痊愈。那你想想，这种基因疗法，那药厂人家投入研发这个新药得花多少钱呢？有人算过吗？搞一种新药，平均投入10亿美金，用10年时间，那投入大了去了，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这还是成的，还有不成的呢。研究一半发现方向不对，放弃了。所以药厂研发新药是非常非常花钱的。所以国际上就有一个普遍的方式来鼓励企业来搞创新药。第一，你的药品可以自由定价，你就比如说血友病的这个药，你发明出来了，你可以定高价，定100万美金1年没问题，对吧？而且呢，有个专利保护期，这专利保护期多长时间呢？平均15年到20年。你专利保护期之内，别人不能生产，你使劲挣钱。但是你专利保护期一过，所有人都可以生产仿制药了，价钱就下来了，惠及所有的患者。这就是国际医药行业啊这么一个共赢的机制。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中国的医保基金啊，2023年的数据，我们中国的医保基金经过集采之后，仿制药的占比、支出占比还占到51%，比美国远远高吧？美国只有不到20%，日本不到20%，是吧？
那么还有其中28%是中成药，中成药就更扯了啊，完全没有什么循证医学上的证据。然后10%几的是原研药，然后支持创新药的这个部分，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只有3%。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比例就知道，中国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医保支付基金的比例是多么的不合理。你现在说仿制药这么便宜了，那你还有51%啊，你跟国际的比例比起来还是明显偏高啊，那说明仿制药还有降价空间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新药的支付的比例太低了。中国有7000家药厂，中国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创新药企啊，但最近几年开始有了。你比如说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康方生物、传奇制药，这些企业都是中国的药企啊。传奇制药前一段时间的 CAR-T 疗法通过了美国的 FDA 的新药认证，在美国上市了，成为了中国的创新药企的第一款通过 FDA 的药物。在美国定价多少钱？1剂46万美金，为中国扬眉吐气啊！但是中国的创新药企是不是也需要中国的医保资金来支持呢？我看来完全需要，因为这些药物如果进入不了医保，他们定价相对便宜，老百姓也支付不起。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到医保，医保资金给的负担大部分，老百姓就能负担得起了。举个例子，这个 PD-1 大家都知道，靶向药物，治疗癌症的一个革命性的药物啊。最开始搞出来 K 药的时候，在中国100万治疗费用1年呢，一般的老百姓怎么用得起呢？后来中国的很多创新药企都开始生产仿制药 ，PD-1 生产出来之后呢，平均价格10几万块钱人民币，是便宜了，但是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啊，10几万呢。后来国谈，也就是医保局跟这个创新药企开始谈判，你把价钱降下来。后来你比如说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从7000块钱降到1000块钱，进入到了医保。进入到了医保之后的1年的治疗费用只有2-3万块钱了。那么你想想，这个对创新药企是个支持，老百姓是不是也惠及到了？但是在我看来，对创新药的谈判别把价格搞得太低，但是对仿制药可以大杀狠杀。为什么？要把省下来的钱来支持创新药。前一段时间，国家医保局的这个官员出来接受采访，也讲到了，集采过去啊，从18年开始到现在，一共差不多节约了4000亿。这些钱呢，80%用到了国谈药物。所谓国谈药物，就是专利药，就是创新药。所以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在我看来，力度还远远不够。要我的理解，中国应该加大集采力度，把中国药品的中间环节代金销售的那个钱全部挤出去，把这钱省下来之后，来支持中国的创新药企，也支持国际的创新药企，由此中国才能成长起来中国自己的创新药的企业。中国的创新药企业成长起来了，就可以跟国际大药企去竞争，中国就可以用到比较便宜的创新药，老百姓才可以真正受益于这个医药行业的科技与发展。至于仿制药企，让他们充分竞争，让他们兼并组合7000家药厂，让他们绝大部分都死掉，最后变成一些巨头。这些巨头，比如说中国一共就只有30家生产仿制药的企业，他们完成了中国1年几千亿的支出，够那么活了。然后剩下的钱都用于支付这种创新药企，那才是一个良性循环，不是吗？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公众在这个事情过程中间，眼睛不要被少数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蒙蔽。我们要坚决支持医保局的这样的一个集采，让中国的这个集采啊，为中国的创新药企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或者我们医院这医生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抗生素过敏啊，血压不降啊，麻醉药病人也不睡啊，比如肠道准备的泻药不泻或者量不够，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老百姓药的价格便宜了，那也不能药效也跟着降低了吧？现在能吃1粒到2粒，以后吃药是不是得1盒盒吃？再以后吃药都得1胶4袋子1胶4袋吃。比如说降压药，一旦效果降低了，就容易爆管，啪就一下子，那是要人命的。
首先，曾明华教授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提案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权利。我们不管他的这个提案是不是利国利民，哪怕就是不太那么靠谱，也不能因此封杀他说话的机会，更不能说是因为他在政协上的这个提案不靠谱而去说处罚他在医院里面工作应得的奖金，这实在是莫名其妙。